各位健康之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志玲。今天这期内容，我真的要非常严肃、非常紧急的跟大家聊一件事。这件事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放在银行里的血汗钱，尤其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笔打算长期存放的定期存款，或者你是在做生意，每天资金进进出出比较多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放下手里的事情，把今天这段话认真听完，因为这可能直接影响到你年底的收益，甚至是你未来某个关键时刻能不能顺利把钱拿出来用。我恳请大家先帮我把视频下方那个订阅按钮按下去，再把旁边的小铃铛点亮，这样以后健康之道有任何重要的生活提醒、财富安全的资讯，你才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不会错过。也麻烦你动动手指，给这期视频点个赞，在评论区留下财源广进4个字，给我们彼此一个鼓励和信号，让我们一起重视起这件事来。我今天要说的所有信息都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我瞎猜的，它来自于我一位交情很深的老朋友，他在银行系统里工作了快20年，现在已经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客户经理了。正因为他在第一线，天天跟银行的系统和政策打交道，所以对任何风吹草动都特别敏感。就在前几天，他非常紧张地联系我，说他们银行内部的系统里挂出了一份重磅公告，内容是金管会最新的存款风险管理规定，从今年的12月1号，也就是年底，就要正式开始执行了。这份公告的名字听起来很官方，很枯燥，对不对？但我朋友说，它背后代表的是整个台湾银行对我们老百姓存款资金的管理方式要进行一次很大的转变。而公告里面特别点名了2类人，是这次调整影响最大的。如果你刚好是其中一类，又没有提前做任何准备，那可能会遇到3种你想都没想到的麻烦。第一，你存在银行的钱能拿到的利息会莫名其妙的变少。第二，你可能会被税务局额外关注，引来一些查账的困扰。第三，也是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万一你家里有急事，或者生意上需要周转，突然发现你的钱被卡在账户里，暂时动不了，那才叫天天不应。你别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听完下面的真实例子，你就明白了。首先受到巨大冲击的就是家里有一大笔定期存款，安安稳稳放着的朋友。我这位银行的朋友一看到新规定，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他的老客户，一位姓陈的阿姨。陈阿姨和老伴都是老师退休，2个人一辈子勤俭节约，退休金再加上早年的一些积蓄，慢慢的攒下了一笔将近2000万元的养老金。他们的理财观念非常传统，就觉得股票、基金这些东西风险太高，看不懂，也不敢碰，所以10几年来，他们的钱非常规律的分散放在3家不同的银行，只做一件事情，存1年期的定期存款，到期了，银行自动给他们续存，他们从来不去多操作，觉得这样最省心、最安稳。去年陈阿姨去银行办业务的时候，还乐呵呵的跟我朋友说，当时的定存利率有 1.7% 呢，算下来1年的利息刚好够老两口计划2次出国旅行，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但是这次的新规定里，白纸黑字出现了分级利率这4个关键的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12月1号开始，你个人在同一家银行的定期存款，只要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这个门槛，银行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给你一个统一的整笔钱都适用的利率了，而是会把你的存款金额像切蛋糕一样切成好几个段位，每一段未用的利率都不一样，而且是金额越高的那段利率越低。我朋友赶紧翻到公告后面的试算表，一看具体数字，心里就凉了半截。按照试算的例子，500万元以内的部分可能还能维持原本比如说 1.75% 左右的利率，但是从500万到1000万的这个区间，利率会直接掉到 1.2%， 而超过1000万以上的那部分钱，利率会被大幅砍到只有 0.8%， 连 1% 都不到。他马上拿出计算器给陈阿姨的情况算了一笔账。陈阿姨在她这家银行一共存了1200万，如果按照旧的统一 1.75% 的利率算，1年利息是21万。可新规定实行后呢，前面500万按 1.75% 算，利息是87500，中间500万按 1.2% 算，利息是6万。
超过的那200万，按 0.8% 算，利息只有16000，3部分加起来，总利息才163500元，比原来足足少了46500元。这个数字把我朋友都吓了一跳，因为这完全颠覆了普通人钱存的越多，利息拿得越多的常识，变成了钱存的越多，超过一定额度后，利息反而变得越来越少。他觉得这是对陈阿姨这样的老人来说太重要了，立刻就给陈阿姨打了电话。陈阿姨接到电话，一开始还以为是利率要调高了，挺高兴。等我朋友把分级利率仔仔细细解释了一遍，特别是算完那笔账之后，电话那头沉默了快半分钟，然后陈阿姨的声音一下子就慌了。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们银行自己的规定吧？那没关系，我把钱取出来，转到别的银行去存不就行了吗？我朋友只能很诚实地告诉她，阿姨，这不是我们一家银行自己搞的，这是金管会发布的统一规定，全台湾所有的银行，不管是公股银行还是民营银行，都必须要遵守。所以您转到任何一家银行，结果都是一样的，只要您的存款总额在那家银行超过1000万，就会按照这个分级利率来算。听到这里，陈阿姨的情绪明显很低落，她在电话里说，他们老夫妻俩一辈子相信银行，觉得钱存在银行是最保险的，从来没想过会有什么变化。这个新规定一下子就把他们几十年的信任和计划给打乱了。当天下午，陈阿姨就和老伴急匆匆赶到了银行，两位老人脸上写满了忧虑。他们对我朋友说，他们一辈子求的就是一个稳字，没想到临老了，制度的改变会直接打到他们的退休生活质量上。看着两位老人着急，我朋友赶紧给出了非常具体可以立刻操作的建议。核心思路就是化整为零，分散放置。首先，把总额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进行拆分。怎么拆呢？可以利用夫妻两人的名义，各自持有部分资金，比如2000万，可以规划成夫妻每人名下各1000万左右，然后再把这些钱分散存到不同的银行去。台湾有30几家本国银行，完全可以挑选3到4家自己觉得信得过，也比较稳健的银行来存放。这样一来，确保存在每家银行的钱都不超过1000万这个分级门槛，每一笔存款就都能享受到最前面，也是利率最高的那个区间的待遇。这么做既分散了银行的信用风险，更重要的是利息不会被新规定大幅度的削减。陈阿姨和老伴听完，心里有了底，回去就按照这个方法重新规划。他们把2000万的养老金拆成了4笔，夫妻两人各自名下挂2笔，分别存在4家不同的银行。后来我朋友帮他们重新算了一下，经过这么一调整，他们1年的总利息不但没有因为新规定而减少，反而比调整之前还多出了5万多块钱。陈阿姨后来专门打电话来感谢，语气里充满了庆幸。那么第二类受到影响的就是像我做生意的朋友王老板那样，账户里经常有短期大额资金进出的朋友。这次新规定的另一个关键字叫做规范。未来银行对于这类资金流动频繁的账户，监管会变得格外严格。所以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让你的每一笔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清清楚楚，合情合理，并且有单据可以追踪证明。最基本的一点，也是很多做生意朋友容易忽略的一点，公司的钱一定要用公司的账户来走，千万不要再贪图方便，把客户的货款、公司的营业收入直接打到老板个人的账户里，或者用个人账户去支付货款、发工资。公私不分，在新的监管环境下是最大的风险点。其次，如果因为生意需要，临时要转出一大笔钱，比如要付一笔货款或者投资款，我建议你最好提前1天跟你银行熟悉的客户经理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用途备案，并且把相关的合同、发票这些证明文件通过邮件或者 APP 上传给银行。银行可以在他们的系统里给你这笔交易预先做一个注记，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你的账户因为突然出现一笔大额交易而被后台的风控系统自动误判为异常交易，从而触发临时冻结。如果金额实在太大，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考虑把一笔汇款拆成2笔，分成2天来操作，避免单日的资金进出超过某个敏感数值，比如300万。只要你每一笔进出的钱用途明确，证明材料齐全，
银行的系统自然就不会跳出那些烦人的警示，你的资金调度就会畅通无阻。王老板听了这个建议后，马上请他的会计公司重新规划了整个财务流程，把所有的营业收入坚决地导回公司账户，凡是定期要付的大额款项都提前跟银行报备。从那以后，他的公司账户再也没有出现过突然被限制交易的情况，生意上的资金周转反而比过去更加顺畅，更有计划性了。我这位银行朋友反复跟我强调一句话，我也想分享给大家，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做一点点小小的调整和规划，可能就是对未来财富的一份大大的保障。千万不要等到哪一天账户真的被冻结了，钱拿不出来，或者接到税务局的电话要你来解释某几笔钱的来源时，才拍着大腿后悔早知道。这次的新政策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它标志着一个信号，我们的金融环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未来的监管只会越来越详细，制度只会越来越严格。与其每天提心吊胆，担心自己的钱会不会出问题，不如早点行动起来，主动把我们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都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不仅心里踏实，未来你在运用资金的时候也会更加自由，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阻碍。后来陈阿姨又给我朋友打了一次电话，语气轻松愉快，像换了一个人。她说所有的存款都已经按照新方法安排妥当了，而且确认利息比原来预期的要多，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她特别感激地说，多亏了朋友的及时提醒，不然他们老两口可能等到利息变少了都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她还特意叮嘱，以后只要银行有什么新的政策动向，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他们。这件事也让我自己深有感触。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思维定式，觉得钱只要进了银行就100%安全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实际上，金融世界的游戏规则是一直在变化、在调整的。如果我们不主动去留意这些变化的方向，当它悄悄转弯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被甩下车，措手不及。现在的金融环境变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未来的制度一定会更细致、更规范，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那种比较粗放的状态了。与其被动的等待政策公布，然后慌忙应对，不如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养成一个习惯，每次去银行办理业务，不管是存款还是转账，都主动多问你的客户经理一句，以我账户现在的情况，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定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这种存款方式，以后利息会不会有变化？就这么简单的一两句话，几分钟的询问，可能就能帮你守住未来好几年的利息，甚至保住你一大半的本金。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能够把自己的钱财打理得清清楚楚、安安全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理财能力，更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智慧，是让我们和家人生活安稳的底气。好了，各位健康之道的朋友们，今天关于年底银行这项重要调整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志玲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有实实在在的帮助，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也欢迎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或者把这期视频分享给你身边那些有定期存款或者在做生意的亲朋好友，提醒他们提前注意。也务必记得订阅我们健康之道的频道，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健康生活、财富安全和人生规划的实用智慧。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蔡志玲，我们下期再见。